他从山崖下被人抱起，衣衫半湿，发丝凌乱，额角的血顺着脸颊滑落。意识模糊中，他下意识伸手，死死抓住了那人的衣襟，像是抓住唯一的生路。他仰起头，眼神空茫，却带着令人心悸的脆弱，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问：“你是谁？”抱着他的男人低下头，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看清一个女人的脸，陌生却让人无法移开视线。那一瞬间，他的呼吸乱了。他说：“记住，从今往后，你的命是我山寨的。”他没有回应，却在下一瞬更用力地抱紧了他。而此时此刻，山下铁蹄踏碎夜色，镇北将军府的2位少将正率兵封山，要找回的是失踪多日、生死不明的三妹。没有人知道这一夜的相逢会让一个桀骜不驯的山寨王在不久之后为他脱下匪衣，披上军甲，甘愿赴死。叶之威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人是秦放。他并不认识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能活着与这个男人脱不了关系。秦放站在床边，目光落在他脸上，没有多余的情绪，可那道目光却让他本能地感到紧张。是你救了我吗？他轻声问。秦放应了一声。叶之威怔了怔，随即发现脑海一片空白。他想不起他，也想不起自己。我是不是忘了很多事？秦放没有否认。你从山崖上摔下来，伤得不轻。他下意识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穿着一件素色女衫，那衣料陌生却干净整齐。这个发现让他心口猛地一紧。他缓缓抬头看向秦放，语气不自觉变得迟疑。我身上的衣服。话没说完，他已经意识到答案。秦放沉默了一瞬，他很清楚这件事避不开。你坠崖时，衣衫被血水浸透，若不换，你撑不到现在。这句话说得平静，却让叶之威的耳根瞬间发热。他的指尖微微收紧，心跳乱了节奏。在他失去意识的那段时间里，这个男人曾替他解过衣。这个认知让他既羞又慌，他想追问，却不知道该问什么。他停顿了一下，你都看见了？话一出口，他自己都愣住了。秦放看了他一眼，目光很沉。该避的我都避开了。他说，但你伤在身上，不可能完全不碰。这不是解释，却比任何解释都更直接。叶之威的脸彻底红了，他下意识抓紧背角，像是要确认什么。他的反应全落在秦放眼里。他忽然意识到，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更脆弱，也更需要被小心对待。房间内安静下来，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却都清楚，在他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无法忽视的牵连。而这份牵连从这一刻起开始变得危险。叶之威的伤好的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能走能跑，连带着整个人也鲜活了起来。他不再只待在院子里，而是开始跟在秦放身边。秦放去哪他就去哪。寨中人见得多了，私下里早已默认了一件事，这姑娘8成是未来的寨主夫人。没人当面说，可那一声声意味深长的笑，还有刻意让开的路，都让叶之威隐约察觉到了什么。他却不在意，反而觉得有趣。他们为什么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他歪着头问。秦放没有回答，只是加快了脚步。叶之威跟上去，忍不住笑了。他的性子本就不是安静的，失忆之后反而少了顾忌。他会问，会笑，会毫不掩饰地看着他，而这些
都是秦放最不擅长应付的。那天夜里，寨中设了小宴，他被拉着坐在秦放身旁，有人敬酒，有人起哄。秦哥，这位姑娘可是要一直留在寨里的。话音落下，四周一静，秦放正要开口，却被叶之薇抢了先。我当然要留。他笑得坦然。我什么都不记得，不跟着他，跟着谁？这话一出，笑声更盛。秦放却僵住了，他转头看他，目光复杂。那一刻，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她不该属于这里。一个能被教养成这样的姑娘，绝不会是普通人家，她或许是哪家走失的少姐。这个念头一冒出来，秦放心口便猛地一沉。宴散之后，他刻意避开了她，直到夜深人散，叶之薇才在廊下找到他。你在躲我，他说的笃定。秦放没有否认。你该离我远一点，他说。叶之薇愣了一下，为什么？秦放看着他，喉结滚动了一下。你迟早会想起自己的身份，他说。到那时，你不会想留在这里。叶之薇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轻声说，我现在只想起一件事。秦放看向他，我叫叶之薇。这是他醒来之后第一次主动说起自己的名字。秦放一怔，那名字落在夜色里，清清楚楚，像一根线，轻轻缠上了他的心。至于其他的，他继续说，我现在不想知道。他往前走了一步，很近，近到他已经无法再退。我只知道，我每天最想见的人是你。这句话击溃了他最后的防线。理智告诉他不能再继续，可身体却先一步做出了选择。秦放伸手将他拉进怀里，动作很快，却并不粗鲁。叶之薇还没反应过来，唇上便落下一阵温热，短暂却真实，像是压抑许久后的失控。下一瞬，他便松开了他。夜风吹过，两人都没有说话。叶之薇抬手轻轻碰了碰自己的唇，然后笑了。你刚刚没控制住。不是质问，更像是在陈述事实。秦放闭了闭眼，对不起，他说。叶之薇却摇头，我不怪你。他看着他，目光明亮又坦然。反正我现在只记得自己的名字，至于喜欢谁，他没有说完，却已经足够了。秦放站在原地，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真的陷进去了，而且已经来不及退。秦放察觉异样，是在酒入喉的那一刻，味道不对。他只饮了一口，便立刻放下酒盏，可药力还是迅速蔓延开来。他起身时，看见不远处那名寨中女子，慌乱避开的眼神，瞬间什么都明白了。愤怒尚未翻涌，理智却先一步压住了所有冲动，不能留在这里。他转身离席，夜风迎面而来，却压不住体内翻滚的躁意。脑海里反复浮现的，却只有一个人，叶之薇。等他回过神来，人已经站在他屋外。门被推开时，叶之薇明显一怔，他一眼便看出他的不对劲。秦放站在门外没有进来，月色下，他的神色克制得近乎僵硬。你怎么了？他问。秦放低声道，我中了药。这句话落下，空气瞬间凝住。叶之薇的脸色微微一变，下意识后退了半步。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他从小被教导要避开的事。你不该来我这里。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明显的迟疑。秦放的手紧紧攥着，指节发白。我知道，他说，所以我站在门外。这一句话让叶之薇心口猛地一震。他明明已经失控，却仍在替他守着分寸。夜色很深，两人谁都没有再说话。
叶之威的理智在告诉他该关门，可他看着他强撑的样子，却怎么也迈不开那一步。你还能撑多久？他终于问。秦放没有回答，只是呼吸更重了几分。那一刻，叶之威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如果他现在关上门，这个男人很可能会在药力中彻底失控。他站在门内沉默了很久，久到他自己都分不清是怜悯还是早已藏起的情谊。最终他轻声说了一句：进来吧。秦放猛地抬头。我不是。他顿了顿，声音微不可察的发颤。我只是不想你出事。这不是承诺，更不是纵容，却已经是他能给出的最大的退让。门在身后关上，灯火轻轻晃了一下。秦放站在原地，像是被最后一道理智拦住。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他说。叶之威没有回答，他只是走近了一步，这一小步击溃了他所有防线。秦放抱着叶之威说：我会对你负责。后面的事他不愿细想，只记得那一夜灯火熄灭得很早，风声掠过窗外，而他们的人生也在这一刻彻底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天色刚亮，叶之威便醒了。他睁着眼，许久没有动。昨夜的一切太清晰了，清晰的让他不敢去回想。他听见身侧有人起身，衣料摩擦的声音低而稳。秦放已经穿戴整齐，他站在床前，背影笔直，没有半分迟疑。叶之威下意识攥紧了被褥。她不是不懂事的姑娘，她很清楚这一夜意味着什么。秦放转过身，看向他，语气沉稳而笃定。昨夜的事，我定必负责。他说。这句话落下，屋内一静，不是解释，不是试探，而是直接定下结果。叶之威猛地抬头看着他，秦放的神色没有半点动摇。在寨中，你的身份不会有任何问题。他说，他们早已认定你是未来的夫人，寨里的人不会议论你，也没人敢议论你，这一点我担得起。叶之威的指尖微微发颤，他并不是在担心寨中，他担心的从来就不是这里。那我的家人呢？他低声问，这一句才是真正的关键。秦放沉默了一瞬，而是在思量更长远的事。你出身官家，他说，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叶之威一怔，他们迟早会找来。秦放继续说，这一关避不开。他说得很冷静，却没有退意。等那一天到了，我会亲自出面，该给的交代我给，该挡的压力我挡。语气不重，却一字一句压得极稳。叶之威的眼眶微微发热，他忽然发现他从头到尾想的都不是退路，而是如何正面迎上。你不怕和官府对上吗？他轻声问。秦放看着他，只回了一句，我是一寨之主。这句话已经是答案。他走到门前，又停下脚步。在他们找来之前，你照旧跟在我身边。他说，不用避人，也不用躲，你不需要低头。他说的是你，不是我们。叶之威的心在这一刻彻底落了地。他终于明白，昨夜不是意外，也不是失控，而是这个男人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依旧选择接下他的人生。天光彻底亮起，寨中已经开始有了动静，新的风波迟早会来。可这一刻他很清楚，站在他身前的是秦放，一寨之主，说出口的话从不反悔。清晨的山门被人阵阵敲响，不是偷袭，也不是挑衅，而是堂堂正正的拜山。守门的人来报时，
声音明显压低了几分。寨主，山下有人求见。秦放正在议事，闻言抬头。谁？自称镇北将军府的人。屋内瞬间静了下来。镇北将军府这个名号在北境没有人会听不懂。秦放站起身，神色如常。开山门。消息传到内院时，叶之威正站在廊下。不知为何，他心口忽然一紧，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一步步逼近。山门外铁甲列阵，虽只有数十人，却站得极稳。为首两人一前一后，年长的那位身形挺拔，眉目沉稳，站在那里便自带威势。年轻些的目光锋利，手始终按在刀柄之上。秦放走出山门，与他们正面对上。哪位拜山？他问。年长男子上前一步，拱手，语气克制而冷静。镇北将军叶征。他侧身半步。这是我二弟叶肃。这句话落下，寨中不少人面色微变。镇北将军亲至，这不是寻常来访。秦放点了点头。原来是叶将军，不知今日到访有何指教？叶征没有寒暄，他的目光越过秦放，直接投向寨内。来寻我三妹叶之威。这三个字如同重锤。叶之威站在不远处，脚步一顿。他并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可那一瞬间心口却狠狠收紧，仿佛这个名字本就属于他。他下意识往前走了一步，下一刻一只手稳稳挡在他身前。秦放没有回头，却将他护得严严实实。这个动作比任何话清楚。叶肃的目光瞬间冷了下来。秦寨主，让开。秦放站得很稳。人在我寨中，但要不要走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叶肃向前一步，手已按紧刀柄。你可知你拦的是谁？秦放与他对视，语气冷硬。我只知道这是我的地界。气氛骤然紧绷。叶征抬手指住了叶肃，他的目光终于落在叶之威身上。那一眼很深。之威。他唤了一声，这一声不带怒意，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分量。叶之威怔住，他看着那张陌生的脸，脑海依旧空白，可眼眶却微微发热。他张了张口，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叶征的声音放缓了一分。跟我们回家，父亲母亲都在等你。这本该是最稳妥的退路，也是最正当的要求。可秦放在这一刻开口了。他不能走。语气不高，却压住了场。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落在他身上。他已经是我秦放的人。这句话一出，叶肃脸色骤变。你什么意思？秦放站得笔直，没有半分退让。我不会让他无名无分地离开。这不是挑衅，而是宣告。叶征的神色终于彻底冷了下来。秦寨主，你可知你这一句话意味着什么？秦放迎着他的目光。我很清楚。叶征缓缓点头。既如此，他的声音沉了下来。这一趟就不只是接人了。山风掠过山门，铁甲轻响。叶之威站在秦放身后，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他的过去已经追到了眼前。一边是血脉至亲，一边是已将他接下的人，而这场对峙才刚刚开始。山门前的空气像是被无形地压住了。叶征的话落下后，四周一片寂静，谁都听得出来，这一趟已经不是简单的认亲了。叶肃的手始终按在刀柄上，目光紧紧锁着秦放。只要一声令下，这里立刻会变成战场。秦放却站得很稳，他没有看叶肃，而是直视叶征。
叶将军，你今日带兵上山，是来接人还是来要人？这句话问得极直，没有回旋的余地。叶征的神色未变，接我妹妹回家。那他的意愿呢？秦放问。叶征微微眯起眼，他失意未愈，此刻的选择不作数。这话一出，叶知微的心猛地一沉，他终于明白了，在他们眼中，他现在的所有想法都可以被否定。秦放的目光冷了下来，他站在这里就已经作数，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这不是命令，而是早已认定的立场。叶素终于忍不住了。秦放，他厉声道，你可想清楚了？他是镇北将军府的人。我很清楚。秦放回答得极快，快到没有半分犹豫。所以我今日把话说在这里。他向前一步，站在众人之前。叶知微，我秦放认的人，是以我一寨之主的身份认下。他看向叶征，目光毫不退让。他的去留，我说了算。叶征的脸色终于变了。你这是在逼我？就在这时，叶知微动了。他从秦放身后走出，脚步不快，却异常稳。这一刻，他不再是被争夺的那个人，而是站到场中的一方。秦放下意识想拦，却在最后一刻停住，因为他看见了他的眼神，清醒冷静，没有半点慌乱。他站定，看向叶征与叶素，你们是我兄长，你们是兄长，但不能替我做决定。叶素皱眉，知微，你不懂事，我很清楚，只是你们不愿意听。他抬眼看向叶征，我现在确实想不起过去，可我清楚一件事。他的声音不高，却足够所有人听见。站在这里是我自己的选择。叶征的目光沉了下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他答得很慢，却很稳。我也知道回去之后会是什么结果。他没有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官家少姐失身于山寨之主，会面对什么。他却没有退。我没有被强迫，也没有被蒙骗。这句话一出，寨中彻底安静。秦放的目光瞬间沉了下来。这不是他想让他承担的，可他已经站出来了。叶征沉默了许久，久到山风吹过，铁甲轻响。你选他？他终于开口，不是疑问，是确认。叶知微没有立刻回答，他转头看向秦放，这一眼没有依赖，也没有犹豫，只有平等的确认。是，他说。这一声落下，所有退路全部断绝。叶征缓缓点头，好，这个字说得极重。既然如此，他的目光再次落回秦放身上。镇北将军府，记下了。秦放迎着他的视线，没有避开。我等着。山门前风声骤起，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从今往后，叶知微不再只是失踪的将军之女，而是被一寨之主当众认下的人。而这条路再也回不了头。夜深时，山寨一片寂静，巡夜的人换了2轮，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直到秦放推开门，看见屋中多了一道身影。那人站在窗前，负手而立，像是早已等候多时。秦放的脚步停住。叶将军，他开口。深夜入寨，不像是来动手的。叶征转过身来，神色一如白日那般沉稳。若要动手，你这寨子，今夜不会这么安静。他说。秦放没有否认。2人对视片刻，谁都没有先出声。这是2个掌权之人之间最自然的对峙。我来是想和你谈一笔正经的事。
秦放抬手示意，请。叶征没有绕弯子，你护得住他一时，护不住他一世。他说这句话不带情绪，却极重。秦放的目光沉了几分。他若回府，面对的是什么？你我都清楚。叶征继续道，你今日当众认下他，是替他挡了一刀，但这一刀只能挡在你身上。秦放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这话是真的。我不会逼他回去。叶征看着他，也不会强行带走他。秦放眉峰微动，这是他没想到的。但你要明白一件事。叶征语气依旧平稳，你若继续做山寨之主，他这一生都会被困在匪眷这2个字里。屋内安静下来，叶征看着秦放，缓缓说出了真正的目的。投明吧。这2个字落下，像是早已筹谋多时。朝廷需要人。叶征说，你有兵，有胆，有手段，若立下军功，再以正途求取他。他顿了顿，到那时，不只是我叶征，整个叶家都会站在你这一边。这是条件，也是退路。秦放沉默了很久，他并不是没有想过这条路，只是没想到会由他的大哥亲自送到他面前。你不怕我利用叶家？秦放问。叶征看着他，目光深沉。我怕的从来不是你。他说，我怕的是他走错路。这一句话说得极重。秦放缓缓呼出一口气。若我答应。他开口，他呢？他不会留在这里。叶征继续说，这一句比之前任何一句都重。秦放抬眼，叶征的语气依旧平稳，却不容商量。她是镇北将军府的女儿。他说，哪怕失忆，也不能以魏明身份留在你身边，否则不是护他，是毁他。秦放的手缓缓收紧，这道理他懂，也正因为懂才更难受。他会随我回府。叶征说，对外只说人已寻回，至于你。他看向秦放，若你真要他，就走正途，投名立功受封，在那之前你们不能再见。屋内一片死寂。这是分离，而且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分离。秦放沉默了很久，才开口，给我时间。叶征点头，我给你路。他说，但这条路走得多远，看你自己。话已至此，再无多言。叶征转身欲走，却在门前停下。今夜之后，他说，你们便算各走个路。屋里很暗，灯火被风吹得摇晃，像是随时都会熄灭。叶之微站在那里，忽然意识到，再过几个时辰，他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人。这个念头一浮现，心口便像被狠狠攥住。秦放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不敢先动，因为他很清楚，只要靠近一步，他就再也停不下来。我走之后，他低声开口，你会不会后悔？不会。他说，声音低哑的不像是回答，更像是压抑。叶之微看着他，忽然走近。这一次他没有给他退路，他站得很近，近到他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我怕。他说，不是怕回府，不是怕未来，是怕这一夜结束，他们就真的被时间分开。秦放的理智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他伸手扣住他的肩，将他拉进怀里，不是温柔的拥抱，而是带着失控的力道，像是要把他整个人嵌进身体里。叶之微被迫仰起头，下一瞬他的唇重重落下，不再克制，是急切的，带着掠夺意味的吻，像是要把所有不舍，所有来不及说的话，全都堵在这一刻。
叶之威的呼吸被夺走，指尖死死抓住他的衣襟。他能清楚感觉到，他比他更想停下来，却比他更无法停下。这一吻太深，深到让他几乎忘记明天，忘记身份，忘记规矩，只记得这个人。直到他的呼吸开始发颤，秦放才猛地停住。他额头抵着他的额头，呼吸粗重，声音几乎失控。再这样下去，我会舍不得放你走。叶之威的眼眶发热，他没有说话，只是抬手抱紧了他。这个动作比任何回答都要残忍。灯火在这一刻熄灭，屋里彻底陷入黑暗。他们没有再说话，因为身体的渴求已经替他们做出了选择。这一夜，他们都清楚，不是纵情，而是告别，是把彼此刻进记忆里。天亮之前，他们要记住彼此的温度，因为天一亮，他们就必须学会用一生去想念。天还未亮，山寨已动了起来，不是喧哗，而是一种刻意压低的忙碌。秦放站在寨门前，看着天色一点点泛白。这是他在这里最后一个清晨。身后是跟了他多年的兄弟，没有劝阻，也没有多话。他们都知道这条路一旦走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秦放披上铠甲的那一刻，动作很稳，铁甲贴上身体，发出轻微的声响。这重量他并不陌生，只是从前为的是活命，如今为的是另一个人。叶之威是在马车前停下脚步的，将军府的车马停在寨外，没有催促，却也没有等待的意思。他站在那里，回头看了一眼，山寨在晨雾中显得很远，远的像是已经属于过去。秦放没有送他倒车，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他已经要回到属于他的地方，而他也即将走上另一条路。两人隔着一段不算远的距离，看见了彼此，没有走近，也没有出声。叶之威先低下头，整理了一下衣袖，那是官家女子该有的模样，只是指尖微微发紧。秦放站在原地看着他，他没有回头再看第二眼，因为他很清楚，一旦回头，他就走不了了。马车缓缓启动，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很轻，却一声声敲在心上。秦放没有动，直到那辆车彻底消失在山道尽头，他才缓缓转身。走，他说，这一声不是命令，更像是对自己说的。山下的路与他去的方向正好相反，他带着人向另一头而去，披甲在身，刀在腰侧，每一步都在离他更远。而叶之威坐在马车里，背脊挺得笔直，他没有哭，只是闭上眼的那一刻，胸口像是被生生挖走了一块。他知道，从今日起，他要学会忘记山寨，学会忘记那个人，至少在人前要忘得干干净净。可他同样清楚，有些记忆一旦刻进身体是忘不掉的。他记得他的气息，记得他的体温，记得那一夜天亮之前，他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的那句告别。马车越走越远，他终于抬手轻轻按住胸口，像是怕那颗心会跟着留在原地。而此时的秦放已经踏上了官道，前方是未知的战场，是用命去换的功名。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只要回头一步，他就再也走不下去。这一日，他们各自走向命途，不是背叛，也不是放弃，而是为了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地站在彼此身边，哪怕那一天要用鲜血去换。镇北将军府的大门再一次被人叩响，这一次不是夜访，也不是封山，而是正正经经的拜帖。
门房看清来人的时候，神色明显一致。为首之人，一身军甲未卸，披风尚带风尘，不是旁人，正是当年那位山寨之主秦放。只是如今他的身份已然不同。秦将军求见。门房低声通报，奉旨前来提亲。这句话一出，府内一静。叶征是在正厅见的他，两人再次对坐，已不在山门，也不在夜色，而是在将军府堂。堂正正的厅堂之上，秦放站得笔直，没有寒暄。他将圣旨、军功册一并奉上。北境3战，斩首立功，军中封校尉，暂领偏将，一句一句都是用命换来的。叶征看完，没有立刻说话，他抬眼看向秦放：“你来的比我预想的快。”秦放没有接话。“你可知提的是谁？”叶征又问。“镇北将军府3小姐叶之薇。”秦放答。“你可知娶她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秦放说，“所以才来。”叶征沉默良久，忽然问了一句：“若他当日没有选你，你还会走到今天吗？”秦放想了想，“会。”他说。这一句让叶征的目光微微一动。“你倒诚实。”秦放没有否认。“我今日上门，不是求将军府成全，是来履行当年的承诺。我说过。”他抬眼，目光极直，要堂堂正正站在他身边。这句话落下，厅堂里一片安静。叶征终于点头。他在内院。“你去吧。”这一句便是允了。秦放行了一礼，这是他第一次在这里低头，却低得心甘情愿。内院廊下，叶之薇正在看书，听见脚步声，他下意识抬头。那一瞬间，他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他站在那里，一身军甲，眉目冷峻，却比记忆中更加稳重。他的书轻轻落在地上。“你……”他开口，却没能说完。秦放走到他面前，停下。“我来提亲。”他说，没有多余的话，却比任何情话都重。叶之薇怔住，所有等过的日子，所有忍过的思念，在这一刻忽然全都涌了上来。他没有哭，只是看着他，眼眶微红。这一次，他轻声问：“你不用走了吗？”秦放点头。“这一次我站得住。”他从怀中取出一枚简单却磨得极光滑的玉佩，不是聘礼。他说，是我当年带走的东西，那是他坠崖前贴身之物，他一直以为已经丢了，我一直留着，等有一天能光明正大的还给你。叶之薇伸手接过，指尖微微发抖。他忽然笑了，不是当年的明亮，而是历经风霜后的安定。“那你这一次不要再让我等了。”秦放看着他，只回了一句：“不会。”这一次他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已经用鲜血写过一遍。